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游钓黑坑疯子。最近的一些留言区里面呢，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，真的让人哭笑不得。每次发一些爆户的，然后都会有一些网友说，哎，你在鱼塘里面钓鱼算什么本事啊？有本事也钓啊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其实的话，这里我就很无奈啊，就是你们真的是了解黑坑吗？如果你真的是了解黑坑的话，我相信你会问你说的这些话会觉得很好笑。呃，其实呢，这些东西呢，我们要把它区分开来啊。因为黑坑的鱼啊，很多一些没有钓过黑坑的一些钓友都会经常讲的啊，说什么黑坑里面的钓鱼塘有什么意思啊？黑坑里面的鱼什么东西都吃，然后那个随便钓几百斤来着的。然后那么问题来了，黑坑它是收费的，它不是说是免费钓的，它是收费的。收费完了之后还要进行回鱼的，鱼还要回给老板的，多少钱一斤回给他的。那么如果说你个个人都是随便便钓个几百斤，那么老板他开这个黑坑的意义在哪里啊？黑坑老板的话，他做这个他也是当做一个做生意，对吧？他是需要盈利，他需要养家糊口的。那他放鱼的钱，他的塘租从哪里来呢？你个个报几百斤，黑坑他又不是慈善机构，对吧？所以的话，不知道是这些网友真有那个本事，随便便黑坑拉几百斤，还是说是没有玩过跟风？人家说这黑坑那里不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就跟风。其实的话，这些东西我的一些回复呢，就经常是这么讲，希望你去黑坑体验一把，你就知道黑坑里面的鱼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还有一些网友呢，经常会拿一些东西来做一个对比，说什么黑坑钓鱼没有什么技术，有本事去野钓，野钓的随便你出来一个野钓大师就可以玩爆你黑坑选手。哎呀，其实我也是很无奈的。然后钓鱼这个东西，天下钓友一家人，本身都是钓鱼，它没有说什么它是休闲娱乐的，有什么可比性的嘛，对吧？你又不是竞技选手，你比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好比较的？谁玩的开心，谁就是胜利者嘛，对吧？它毕竟是休闲娱乐的。然后的话，像野钓，它有野钓的一个领域，黑坑有黑坑的一个领域，炮坑它有炮坑的一个领域，竞技比赛的它有竞技的一个领域，领域是完全不同的。同样都是钓鱼，但是呢，它的一个难点都是不一样的。野钓有野钓的难点，不能说野钓的话那些鱼吃口很凶，怎么样的很简单。野钓的难点啊、跟黑坑不同，黑坑的难点的话它也跟野钓不一样。那打炮坑的话，它的难点也不同，它需要的一些很扎实的基本功，很快的手速，你才能在同样的时间当中钓的比别人多。那么竞技的话就更不用说了，竞技比赛的这个它的难点又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没有什么可比性的，玩法不同，它的乐趣不同。所以的话，就希望的一些看到视频的一些钓友，你希望你们多多去了解一下，不要盲目的说一些让人觉得无语的一些话。那么其实的话，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黑坑吧。其实很多人对黑坑他是有误解的啊，就是说是随便去钓啊，怎么样的话丢下去它就开口啊，怎么样的。其实有时候我都会保持一些想法啊，我在想你钓的是不是金塘啊？我们所谓的金塘是这样的啊，金塘的话就是你花比如说50块钱、30块钱可以去钓，然后钓了之后呢，你要想带鱼走，你就花10块钱一斤、15块钱一斤买回去，自己把这个鱼钓起来的鱼自己就买回去，这里面的鱼是很好钓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被我们称之为金塘，就是按多少钱一斤买走的，这个是金塘。那么黑坑呢？黑坑它的收费也是一样的，它是不同的。它是比如说是正常的最常见的就是100块钱钓4个小时，回鱼3块4块的，就是说你给老板100块钱，你在这里玩4个小时，然后你钓到多少鱼？比如说你钓到10斤鱼，那么你再把这个鱼卖给老板，在老板进行回收，3块钱一斤回收，4块钱一斤回收，那么就等于说是你就回到30、40块钱。
如果说是你钓的更多，那么你回的钱更多。如果你钓100斤的话，那你就回个300、400，就等于说你赚个200、300。那么这个就是黑坑的一个正常的。然后黑坑里面的话还有一些特殊的啊，当然的话这里面还有炮坑。炮坑的情况呢，它的收费就会更高一些，可能起步的话都要200、300、400，甚至高的情况下要几千啊。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拍的一些视频，昆城钓场，然后它的一个收费是1980。那么这里面的鱼的确丢下去就吃，你如果坐对位置了，下面是密密麻麻一群鱼，你看得到的，你丢下去就吃。当然人家就说你这样玩的有什么乐趣呢？其实它的乐趣跟你休闲钓的乐趣是不同的，它需要的是快速的，然后那个快节奏的一些快感。然后呢，在同样的时间当中，比如说他保底每个人可以打到100斤，对吧？但是有些人他可以打到400斤，可以打到500斤，甚至可以打到600斤、700斤的。在同样的时间当中，他打的就是比你多。有些人呢，他就只能也是一样啊，丢下去鱼就吃，丢下去鱼就吃，他就只能打到100斤、200斤，已经是极限了。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啊。然后这个就是炮坑，它的鱼是比较多的，收费也是比较高的。你只有钓够足够的鱼，你才能够用我们说的上岸，就是说才能够回本。那么再一个呢，就是赌塘。赌塘它跟黑坑、炮坑的本质呢，它又不一样了。其实它也是钓鱼，但是呢，这些鱼当中呢，它就会挂标，比如说收费的，它挂的这个标跟收费是成正比的啊。就是说有些塘的标，比如说像之前一段时间的比较火的宝马标奔驰标，就是说你钓的这条鱼起来，它身上有个标，如果你刚好把这条鱼钓起来，那么直接找老板，这条鱼是直接值一辆奔驰，值一辆宝马，值10万，值20万，值30万，值50万，甚至那些老板玩的大的，直接值的钱会更加多。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赌塘。那么有一些小一些的赌塘呢，就是说我们也是称之为标塘。小一些的这个塘呢，就是上面100块钱的标，200块钱的标，20、30，就等于说你钓这条鱼起来，它身上有个标，那么的话这条鱼就是值个20、30，然后100、200的，这个是根据这个标的金额来决定它值多少钱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标塘。那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竞技。其实竞技的话，它已经脱离了这个黑坑啊，已经脱离了黑坑跟炮坑。其实竞技的话，它是很需要技术的。为什么竞技可以评为国家级运动选手呢？它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是不用质疑的。包括一些你没有去感受过的，你都不需要去质疑这里面的一些技术含量的。在竞技池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饵料状态基本上已经是无可挑剔了，饵料开出来的一些状态味型是无可挑剔的，钓法同样也是，基本上很多黑坑出来的一些钓法都是从竞技下来的，然后运用在黑坑当中的，当然也有黑坑当中的钓法运用在竞技的。所以呢，竞技上面需要的一个技术要求是很高的。它跟黑坑、跟炮坑、跟野钓本质是不同的，不是说竞技选手下来就一定会打黑坑，但是你给他时间适应，他肯定会打黑坑的。这个是每个人的一个，就是说每个领域不同的，没有什么可比性的。大家钓鱼只要认清一点就行了，大家都是钓鱼，你钓你的鱼，我钓我的鱼，你玩你的野钓，我玩我的黑坑，他玩他的炮坑，另外一个打他的竞技，大家是没有什么冲突的。只是说玩法不同，你喜欢在那里慢悠悠的欣赏风景干嘛的，那我就喜欢快感，我就喜欢一直狂拔的感觉，我钓鱼嘛，对吧？很多人就喜欢就是说出去散散心，那么我们钓鱼的目的就是很简单，我需要狂拔，我需要快节奏的一些快速上鱼的一些快感，所以的话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啊。希望的话看到这一条视频的一些钓友，没事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。如果在你没有感受的这个情况下，你是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些东西的。可以不喜欢，但是不要诋毁。谢谢大家。